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10号星期日，比赛日，对不对？今天是广州马拉松，还有那边的奈良马拉松。奈良现在在我右手，大约20公里的样子。小伙伴们应该都已经去准备了。今天这边湿度特别大，雾气蒙蒙的。现在的气温是7摄氏度。非常合适，前2天稍微有点冷，而且今天风没有昨天大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能不能创造好成绩。有的跑团的小伙伴目标是3小时09，因为跑进3小时10才能作为大阪市民，就是居民，直通明年的大阪马拉松。昨天直播，感谢大家。那2次卡顿有可能也不是网络的问题，有可能是机器性能不行。我发现都是我在切换画面的时候，可能推流断了一下，但是录播没有卡顿。我已经弄好了，就是家属在做字幕了，应该很快。感谢大家啊！还特别黑，才6点不到6点1刻。一会儿咱再聊啊，今天跟大家聊聊受伤的事儿。我感觉大家对受伤挺感兴趣。看来大哥太逗了，不扶把，然后玩手机，跟我道歉来着。就前面特别黑了，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！小伙伴们，不知道能不能拍清日出的剪影？就这些树在眼睛里看都是黑色的，然后脑袋顶上乌鸦一直在叫。刚才在烘焙店的集合点看见了好几位小伙伴，本田先生直接就和我一起跑了一个1.5公里，稍微加了点速，跑到了4分20以内。本田先生训练量也挺大的，这个灯相机拍可能会损失好多感觉，但是还是挺漂亮的。那句歌词叫什么？言语从来不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感觉。今天这天气很适合跑比赛，唯一稍微遗憾一点的，可能是对北方的小伙伴来说湿度大一点，但是也还好。你们看吉普乔格真正成功破2S，就是雾蒙蒙的。像我就不行，湿度稍微大一点我就不舒服，都是习惯问题，没有好坏。今天开相机的时间应该能看到屏幕缓缓变亮，然后现在是一个小月牙儿。今天又去跑了大阪马拉松最后几公里的路线，那个大坡我感觉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出现，我可能要掉到将近5分钟的配速，5分钟1公里，那个坡太陡了。但是好消息是那个坡只有好像是200多米，感觉300米的样子，也就是说呢，要做好在那个坡那儿损失20秒，那个坡差不多跟刚才对面那个坡差不多陡，20秒挺多的，所以要想办法。今天跟大家聊聊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伤病。我也是受过伤的，像昨天直播大家说的好些伤痛我都经历过，但是这事儿就是这样，在你
经历伤痛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，会被放大。这个没办法，因为你面临的是疼痛，然后停训等等，对吧？我经历过什么伤痛呢？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跟所有人一样，脚疼。一开始先是足弓疼，我相信很多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都是足弓疼，对吧？如果您的足弓比较的高，但是也不能高到说那种顶脚背的那种情况，可能还好一些。像大部分亚洲人，足弓是偏低的，再加上我们的脚其实是身体上从小到大被保护的，我觉得算是最好的运动器官了。因为从开始走路就一直是穿着鞋的，对吧？一开始足弓疼得要命，酸疼酸胀。那时候跑起来疼得不行的时候，刻意去踩那个盲道，或者是公园里的石子儿，觉得压一压舒服。但是其实持续的时间没有很长，大概2-3个月。随着我跑得多起来，随着我每天都跑步，就不疼了，就习惯了。啊，小伙伴们出现了。所以足弓疼的小伙伴们别着急，就算您是扁平足，也没事儿，也是会随着训练时间的变长，累计的跑量变多，也不会那么严重。其实我足弓不高的，我足弓要是再低一点，就算扁平足了，估计。然后之后就是膝盖，但是我膝盖受伤都没有那种劳损，都是急性的，伤过2次，一边一次。其中一边呢比较轻，就是有一次感觉跑着跑着突然别扭了一下，然后膝盖后边那个窝那儿，就是去年我北马之前受伤那种伤，那应该不是骨头，应该就是肌腱有拉伤。另外一次比较严重，我之前还有一次节目跟大家说过，大家跑长了以后，比方说您今天跑半马或者30公里，中间等红绿灯停下了，您千万避免做2个事儿。第一个事儿是蹲下，就是那种亚洲蹲，这种蹲完了以后起来膝盖会非常不舒服，就别再跑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当年受伤的真实的翻板，就是您不要拉伸大腿前侧的肌肉做那个动作，就是用手勾住脚那样，或者您做那动作也没事儿，您一定要慢慢的放下来。我那次就是也是欠，我非得使劲放下来，脚往下一踢，一下把膝盖就给拉伤了。伤的是膝盖，就是髌骨，好像是那个层筋膜给拉伤了，撕裂伤，又疼的撕心裂肺，就根本下不了楼了，平地走路还勉强。但是这种伤，为什么我说它不是劳损的伤，就是急性的伤都没事儿，包括崴脚，就是它都是一过性的，它总会很快康复。大概我用了4天到5天，完全康复了。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不等伤完全好，我觉得等伤完全好，付出的代价比较大。它可能最后恢复的10%，要用你整个养伤周期的90%的时间。我一般恢复到80%，就恢复跑步，就是降强度呗。您只要这次训练完以后，你发现它没有更严重就好了。我指的这都是急性伤，还有过几次，一次是梨状肌损伤，那次损伤就很莫名其妙。我的分析，它其实是
慢性的疲劳导致的急性伤，就是晚上睡觉到半夜突然一阵剧痛，就感觉是梨状肌严重的抽筋了。然后就是它也不是拉伤，应该就是痉挛了，就是紊乱了，然后就拉伸按摩，急性期持续了3天都不能动。之后好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印象中得有几个月，就是臀部的肌肉跑起来会感觉有那种就里边有根皮带的感觉，也不是说疼，就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就感觉它里头有一条没有感觉的东西瞪着你。但是后来也随着时间慢慢就消失了。再后来就是一次拉伤，是臀部肌肉左侧，那是在刚起跑大概几百米，这就是肌肉疲劳了，然后强度下降了，弹性下降了。一般跑步这种受伤、拉伤啊，或者这种损伤，容易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呢？容易发生在起跑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时间点，像对我现在的训练量来说和能力来说，比较容易出现在8到10公里的时候。那次拉伤挺奇怪，就是它伤到一个很小的肌肉，大部分运动，包括骑车，甚至划船机都触及不到它。跑步呢，就能100%触及到它，也是停了1周。就停训这个事儿其实不可怕，因为急性损伤的停训，你最多就是几天也就过去了。啊，本田先生又跑过来了，然后过去了以后就过去了，你再恢复训练，很快能把能力拉回来，除非就是你比赛之前受伤，那可能影响会比较大。就像去年北马之前那1个月，我不小心也是把大腿后侧拉伤了，但是我强行的没有修，不过确实影响，因为不敢使劲就会触发。大概我降低强度跑了将近1周，之后也一直是有点担心。虽然比赛的时候已经好了，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备赛节奏。你们大阪马拉松的终点就在这儿，不知道明年2月份我冲过这儿的时候，头顶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存包什么的在这儿，这片土地，就左前方这一片。还有的伤就是一个是脚腕，我刚把跑量增加到300公里的时候，就是2019年底，2020年初。这个伤伴随了我整个2020年1年，这叫什么呢？叫踝关节退行性病变，就是脚腕前边刚起跑的时候，那个筋膜疼、酸疼，跑1、2公里就没事了，就消失了。现在也没有了，也好了。之后我就没有受过什么严重的伤，我还是比较幸运的。其他那些就不叫伤，就是你练到一个阶段就会有一个阶段的疼，一开始是足弓疼，然后就是脚底板疼、脂肪垫疼，那疼的钻心的、撕心裂肺的。我也这也是持续了2周，这种都是你该到你疼的时候它就疼了，然后疼2周、3周，你接着跑它就好了，以后就再也不疼了。我经历过几次，各种地方都是这样，包括小腿前侧、小腿后侧。我第一次穿薄底鞋，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，穿了一双虎走，跑以后小腿后侧的肌肉酸疼了1个礼拜，就跑了5公里那次。这就是好多小伙伴说能力不足的时候第一次穿碳板鞋，
会有的表现。我那次可严重多了，而且那次影响了比赛之后是北京半马。不过好在还好，它就是单纯的疼，不影响运动表现。那次跑了1小时38，那次我还上电视了呢。比赛完之后，那北京电视台在那儿采访一个大爷，我在后边大喊：“我 PB 了，我 PB 了！”我还有录像，我看回去能不能找着，能找着，我也贴到今天的视频上。就现在，大家如果听视频呢，您可以切回画面看一看，我估计能找着。我在终点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，大家通过画面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选手呢已经是到达我们的终点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发现了一位比较特殊的选手，我们来采访一下他。差不多这就是我整个受伤的经历，就是大家可能会对受伤有沮丧有担心，不用担心，都会受伤。昨天我说那位博主也是，他是带伤去的肯尼亚。那没办法，他就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，做交叉训练，骑车、游泳或者是划船机，就别用您受伤的那个地方。时间过得就会很快，你就是想办法让时间过得快一些，因为伤病只能靠时间去解决，没有其他办法。至于无论您是感冒生病还是受伤之后觉得运动能力下降，这很正常的，不下降就不正常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它应该很快能够恢复。您只要恢复正常的有氧训练，一开始把强度放低一点，大概1周最多10天就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。您看新冠厉不厉害？去年我大概用了1周，我就又可以开始跑间歇了，没事儿的。行吧，我现在最后一条直线回家。那咱们训练之后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12月10号星期日清晨7点09，训练结束，第3个训练日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多跑了100多米，平均配速4分52。今天就是有氧区间偏慢的那一边，平均心率136，功率205。步频196，步幅1.05米。今天就是先慢后快，一开始慢慢跑，跑了不到5公里的时候到那个大坡，然后那个坡的时候稍微的使点劲，但是没有全力。我感受一下马拉松最后几公里我跑那坡能跑多快，差不多要将近5分钟的配速跑完那个200-300米的坡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大概要耽误20秒，可能得要20秒的时间。行吧，但愿一切都顺利。今天后边在大阪城冲了2次1.5公里，冲了2次，天气很适合比赛。去年北马差不多就是这天气，但是广州的小伙伴们辛苦了，广州应该是挺热的。今天比完赛以后注意补水，多喝水，喝点啤酒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就在屏幕前期待大家的快乐的完赛吧。好吧，其实完不完赛都可以，快乐就好，一定是注意安全。昨天直播给大家看伦敦马拉松，我晒成那样，那天也是20多度，太阳特别大，确实很煎熬。那就远程给在广州的小伙伴，还有在奈良我们跑团的小伙伴们都加个油，好吗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冬训，迎接春天的好成绩。那咱们明天还是按照惯例回评论，好吗？有什么想跟我聊的，大家弹幕评论都可以，我都会一条一条去看。那这么着，我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